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莎娜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曲薇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陆琪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，欢迎。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请看。我想离婚。我不会离婚的，面子上不好看，让人笑话。我在外面工作挣钱，他在家里疑神疑鬼，日子真过不下去。这2年来，我一个人带孩子，他根本不知道我过得有多难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李先生37岁，来自河南销售，有请。胡女士35岁，来自河南自由职业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再婚夫妻是吧？对，曾经都有过一段婚姻是吧？有孩子吗？有。跟谁了？后来？跟我。跟您，男孩女孩？女孩。多大了8岁。您呢？我有一个孩子，跟我。也跟您，男孩女孩？男孩。多大了11了。你们现在一家4口生活在一起吗？没在一起。没在一起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是2婚夫妻。对啊，再婚夫妻嘛。但是现在他要跟我离婚。您不愿意离，今天来这儿了，对吧？对。说说为啥要离呗？哎呦，变化从结婚前到结婚后太大了，煎熬的不得了。煎熬的不得了，什么情况？你们俩谁说？我说吧，我们是老乡，20年的时候，就是老乡聚会嘛，就留了联系方式，就知道双方都是单身，然后后来就联系的比较频繁。在21年的5月份，我们领的结婚证。就是领完结婚证以后，他就对我就是各种嫌弃，脾气变得特别暴躁，他整个人跟以前就不一样。我们是河南人，我这个人吃什么都行，但是我做的这些饭他都不吃，我炒菜他也不吃，好多次我做好的饭他都给我倒了。有他那样做饭的吗？面条能做成疙瘩汤，做米饭能做成粥，炒菜那更别提了。这黄瓜都跟茄子炒一块去。他这个人呢，我们交往的时候他就爱喝酒，中午也喝，晚上也喝，中午最少都是喝1斤。没有说的那么严重，你知道吗？我本来在外面应酬就多，喝酒属于正常。你那是在家里喝，中午喝1斤，晚上也是喝1斤。每次你喝完都把酒瓶扔到一个固定的地方，你还跟我说过，你说你看那一堆都是我扔的。不是你们为什么要离婚呢？我还是没听清楚。各种矛盾，我俩他各方面除了喝酒，他还爱离家出走。喝完酒，最多的一次1周的时间离家出走3次。有一次呢，他人在唐山，喝多了，电话里面就跟我吵架。然后呢，我就赶紧跟我爸，我还带着孩子，当时我都大着肚子，都怀孕了5个多月。你们俩现在还有孩子了？对，有一个。然后我就跑到唐山去找他，去之前我就跟他说，我几点能到。但是呢，等我到了以后，他手机关机，我联系不上他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带着孩子还有我爸，我们3个人在车上等了他1夜。哎呦，他还说这个事儿，我刚开始坐那吃饭就开始给我打电话，一直打7、8个电话，我正跟人领导跟人汇报工作呢，在那儿不停的打电话。后来我确实看见他发信息了，我给把手机关了，谁知道他能真过来呀？那不是担心你吗？后来我喝完酒，我说回去睡觉了，我手机关机，一直到第2天我才开机打电话，你们不知道是怎么打法。这一天啊，你手机只要不关，就使劲给你打。丈夫就觉得是被束缚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哎呦，不是束缚，简直成为拘禁了。行，还有啥不满意的说嘛。在跟他认识以前，我有工作那时候，但是呢，认识他以后，他就是说你别工作了，以后我养你，养孩子，然后就让我在家里面。领完证以后，就发现怀孕了嘛。他就开始对我各种嫌弃，嫌弃我胖，嫌弃我丑，都是直接说的，这些话都是。哎，这也是事实。你家务不收拾，自个儿不收拾，哪回到家都乱七八糟的。我回到家，我再收拾家务去，搁外面忙1天累1天。咱俩相处的时候，我什么都干。那是后来发现怀孕以后，毕竟我年龄也大了，身体也不舒服，前几个月。你是晚上回来了，你看见家里面有点乱，但是白天我洗衣服做饭，我还要带孩子，你都没有看到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干多少事情，你都没有看到。他是变化很大吗？婚前婚后？确实变化很大。有没有他婚前的照片？我们看一看。
有吗？这是婚前还是婚后啊？婚前。我整个怀孕过程胖了50斤，我整个怀孕过程你没有陪我去过1次医院。你陪她去产检过吗？也有过，都是我一个人，一直到我40周的时候，那2天我没让她出门。你把这个认为是监禁啊？哎，这不光仅仅是那2天，那啥意思吗？比如说我出去在外面，他给我打电话，不管我是工作还是在干嘛，他不管你。那我都快生孩子了，我40周加2天，我住的医院，我都住到急诊科了，马上要生孩子，我一个人在里面，你还在外面拿着手机跟他玩。当天咱俩在医院还吵了几句。然后呢，我就生孩子，生完以后，在医院2天我就回家了。回家月子里面也没有人照顾我，身边还有孩子，一个8岁的女儿嘛，弄奶粉、弄纸尿裤、做饭都是我一个人。你干嘛去了？我在外面工作。不是您什么工作呀？一直在外地。他每次都是拿这种工作当借口。你认识我的时候，我就是这种工作，你也知道。我现在就是怀疑他外面有暧昧对象。哎，你这个想多了，天天就瞎想八猜的。我没有想多，在我怀孕的时候，我在车里面发现过一盒烟，那种细长的女士抽的烟。坐我车的人多了去了。行了行了，咱也不辩解不说了嘛。现在那我在你手机里还看到过聊天记录呢，跟那个女的你们一块约的出去吃饭、出去玩。是女的就是暧昧关系啊？是女的不是暧昧关系，但是老婆生孩子，男人不在家说工作，跟一个女人出去吃饭就正常了。然后呢，孩子还没有满月的时候，23天那天，有个人给他打电话，是个女的，挂完电话就跟我吵了一架，吵完他就走了，直到现在他都不回来，他就是要跟我离婚。现在那这是为啥吗？确实我感觉日子过不下去。这等于闺女生完23天，这爹就再没出现过。我不时不时的我也回家嘛。你那是回来吗？从你走以后到现在1年4个月，你回来3次，这3次是来跟我谈离婚的。不是我一到这因为没有谈妥你就走了，当天。这1年4个月有没有给孩子抚养费啊？他也不给我。为啥不给啊？现在挣钱也确实挣得少点。不是您，那您就回家呗，反正在外头也挣不了钱，对不对？挣了钱，反正您都喝了，还不如回家呢。换一角度，每天如果是你在外面正常工作的时候，不停的有电话顶进来，而且没有事的情况下，咱俩刚开始认识的时候，你出门我很信任你，我从来不给你打电话。那是在车上发生这些东西以后，你出门我就提心吊胆的，我想看着你，但是你出门你又不让我跟。哎呦，你能看得住吗？说白了就是觉得娶了这个女人没自由了，是吧？哎呦，不是那么回事。那是哪回事？你说清楚嘛。他为了监视我，他让他爸过来，每天跟我同吃同住同出。为啥吗？那是后来怀孕7、8个月吧，我实在是出门不方便，再加上他爱喝酒，我说让我爸过来跟着他，给他一块帮忙。失败，不从中总结经验教训，然后就马上又2个人结婚，结婚以后你好好过日子，看看这个男人怎么样，不马上生孩子。所以啊，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啊。这段婚姻当中他是做得很过分，但是我觉得让人最生气的是你，都是你自己找的，大着个肚子自己不想自己和孩子的安危，跑到唐山去找他。生孩子有人心疼你吗？坐月子有人管你吗？你现在情绪为什么这样？有人理你吗？面对一个对你不闻不问，甚至连对你们的孩子都不闻不问的男人，还要死死拼命纠缠，说不离婚不离婚。
你可怜，你的孩子更可怜。如果你不强大不振作的话，你的2个孩子跟着你，人生就悲惨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上一段婚姻的孩子现在跟着谁啊？跟着我了。每天喝酒，每顿1斤，跟着你。但说的太过于夸张，不可能有那种事。咱不说。你告诉我，跟着你的概念是什么？谁在养育他？我呀，他那么小不上学，跟你在工地啊？没有在上学了，寄宿学校。对，所以不愿意过，直接分了就完了。你该负的责任，你得负，你逃不了，这是法律在制约你，听懂没有？抚养费、抚养的义务你必须要担起来。你可真够傻的，你把你老父亲也连累了，把老父亲派去身边看着他，啊，今天又来爱情保卫战，让我们为你挽回他，你自己遇人不淑。有过一段婚姻的失败的经验，不吸取经验。你看他什么？你现在有工作吗？没有。赶紧去找一份工作吧，好不好？不要把自己的幸福、把自己一生委托给任何人，听懂没有？你只有自己有让自己变好的能力，过得开心的能力，你才有可能去碰到幸福。不要在他身上再去死缠烂打了，没有任何的意义。你只能在他面前，你没有自尊，因为你没有骨气，你自己就不独立。就这样吧。我在想啊，3个孩子，你那边的孩子，你觉得自己能当榜样吗？你觉得你配给他当榜样吗？你那边2个孩子，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足以让自己的孩子，你孩子是男是女啊？女孩。2个女孩。对。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足以让2个女孩为之骄傲的母亲吗？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够让2个女孩在未来能够知道什么是爱情、什么是婚姻、什么是家庭的母亲吗？你是让2个女孩未来在她们成年之后，在面对社会、面对工作的时候，觉得我终于有一个学习的人的母亲吗？你说我2婚，我不能离婚。我跟米娜老师聊了一下，说为什么这个1婚可以离，2婚就不能离呢？因为你没有离婚的能力嘛。你给自己设了一条线，说我2婚一定不能离。你要有离婚的能力，何止2婚嘛？你10婚都能离。你不就是放下了自己所有的一切吗？你现在样子配让你2个女儿骄傲吗？不配。你以前看你以前的样子，也是一个上班的白领，也是一个知道什么是时尚、什么是美的人。你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就你这样的日子，让你2个女儿以后怎么成长？所以我跟你讲，家庭不一定要完整，好的家庭才要完整。不好的家庭，与其给闺女们看其中的破碎，你还不如让她干干脆脆的知道其中的善恶。你非要让我们把她给劝回来，劝回来怎么说呢？跟你2个闺女说，看这就是好男人，是吗？以后让你2个闺女也嫁给这样的人，你愿意吗？做人啊，我跟你讲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等到有一天你老了，等到有一天你老到在床上爬不起来，然后再看着那几个孩子的时候，你看到他眼神里面那种冷漠的时候，你会想到，曾经有一天，你在他面前对他母亲，对他自己做过些什么。到了那一天，不要说你悔之晚矣，你对自己说你活该，对你活该，就这样。有2个时间点我特别的介意，一个时间点呢，就是刚刚结婚还没有孩子的时候，你就要求他放弃工作回到家里，为什么？之前我俩基本上算是同行吧，他就说你之前受过很多苦，你以后就在家里待着，我来挣钱养你，你就不用工作了。
2周岁以后他就可以起诉你了。但是对于你来讲，你失算的一件事情就叫做跟这个男人保持1天婚姻关系，我从他要到的抚养费少之又少。但如果我跟他离了婚，我们约定好了抚养费，他将必须得按法律认定的抚养费按月支付给我。可能对于你和孩子的经济上来说，会是一个很大的解脱。我一直在想一个细节，一个7岁的女孩，看着妈妈刚生产完，带着那么小的贝贝，就那么一直看着，然后没有人照顾。那个7岁的女孩会想，我妹妹到底是谁的？我妹妹的爸爸呢？我是不是也这样被我的爸爸抛弃的？我就在听到那儿的时候，我心里特别难受。就是我们的关注大概是关注在这个点上，其实在对于婚姻的关注已经没有什么了，因为这段婚姻就是已经死亡了，非常明确的死亡。这个你承认吗？承认。婚姻已死嘛，双方把对方都逼到了墙角，没有给对方留出任何可以闪转腾挪的余地嘛，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嘛。尤其是你今天把他拉到这儿以后，这个婚姻更没有办法挽回了。无所谓啊，顶多所有人说他是个负心汉啊，又能怎样？哎呦，就天知道就行，对吧？我就说是吧？对，他现在心里就这么想嘛。你等于把最后一块可以让你们的婚姻有逆转的遮羞布都撕掉了嘛。我说的都是如果啊，我说的都是如果啊。如果你是因为另一个女人，或者另一段关系，都不用回答我，我只是建议。如果你是因为另一个女人或者另外一段关系而一定要离开的话，建议你慎之又慎。我不至于那么傻，对吧 ？OK， 好。如果是因为他已经把你逼得没有办法工作了，或者说这一段婚姻生活已经影响到你所有的工作和你的交际圈了，如果真是这样的，我更希望你慎之又慎。已经乱套了，对吧？所以既然已经乱套了，在和不在是2个结局。你是生意人，如果他还在的话，意味着我这人还行；如果他真的没有了，那他所预言的一切真话或者假话都会变成真话，对你的买卖是有影响的。你自己考虑。所以我说，你的婚姻反而在这个时候你是需要慎重的。成年人你们要谈利弊权衡嘛。你到底恨他什么呀？这种心情没法体会，你知道吗？你说嘛，就简直就是一个，你恨他什么嘛？跟疯子似的，咬啊，真咬。婚前你对他承诺了什么？你没有满足他这样对你？我从来没有对他有任何过承诺。那为什么要娶她呀？过日子嘛，对吧？就是双方就互相努力把日子过好。那么多有可以过日子的女人在你身边，为什么你觉得这一个合适啊？毕竟刚刚接触确实不错。是被外表所迷惑了吧？不是，是被什么？他工作的时候确实挺勤快了，什么之类的，弄得什么都挺好。行吧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自己考虑吧。我们要说的这么多嘛，对于男生来说慎重考虑嘛，对于女生来说，你现在到底是要婚姻还是要一张饭票啊？跟你离婚，能把饭票给人家吗？可以，想清楚，冷静下来。刚才有哪位老师说的？为什么要一个父亲？要一个父亲是要一个榜样，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，让他看到男性的力量，对吧？这是我们要做的，而不是介意别人怎么说我。别人怎么说你重要吗？嘴在别人的身上，随便怎么说你都可以说，这跟你做了什么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你作为母亲，人家说为母则刚，你再想2个女儿，那个小女儿一天一天的长大，你想清楚。来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咱们走到这一步确实很难，但是呢，今天站在这里，为了孩子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心转意，回归家庭，回来跟我跟孩子一起生活。因为我毕竟是农村的，我要是再离婚的话，确实没有面子回去，请你好好考虑一下。行，我考虑吧。哎呦，咱这样着实是没法过，你知道吗？不光是毁了你，也毁了我，孩子也得跟着毁。就这样吧。
你们能跟女生说2句吗？我觉得她这么做真是把她自己和孩子全毁了。而且你还会让孩子未来的时候对自己的人生非常自卑。爸爸不但不爱妈妈，而且爸爸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，有什么比这打击对于孩子更大呢？本来离婚对于孩子来讲都已经是挺大的打击了，他们小小的心灵里头被迫要去认知，以及他们会把这个事儿归到自个儿身上，是我不够好才能没留住爸爸吧，是我不够好才能没留住妈妈吧。而你这等于直接给了你女儿一个答案，的确是她不够好，所以留不住她爸。然后刚刚你站在这儿要求这个男人留下来说的那句话，真的是把男人再往外推。什么叫做你要考虑一下，我回村就太没有面子了，为了你的面子他要搭进去人生。男人愿意为一个女人搭进去人生，只是因为爱，而从来不会因为这个女人要面子。你不爱她，你只要你的面子，谁愿意跟你搭伙过日子啊？爱孩子还是爱面子？来做个选择，2选1。孩子。真的吗？再想想，爱孩子还是爱面子？刚才听完你们说的以后，我选择孩子。我跟你说句实在话，面子都是靠自己挣的。你2个女儿未来有一天突然之间发现，我经历那么多的苦难，我经历那么多的屈辱，居然是我妈为了怕自己回村没有面子。你想想看，你是不是在说胡话？真正的面子是什么？真正面子是跟这个男人离了婚之后，你自己带着2个孩子，你白手起家，终有一天你把2个孩子带到大学，带到研究生，然后告诉所有人，你看我离2次婚，怎么了？我不照样把2闺女给带出来了吗？我照样把那俩孩子带的比你们谁都好，这才叫有面子。离婚算什么？就是先生啊，看在闺女儿的份儿上吧，就是现在他这个阶段，孩子又小，肯定是需要帮助的。这个东西我希望你能考虑好，在我能力范围之内，对吧？女生，我就劝你一句话，面子这个事儿真的不重要，好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啊，你现在可以判断出来，就是在孕期，这个女生做了多少荒唐逼一个男人发疯的事情，这个是看得出来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陆续听到了嘛。然后孕期完了之后，因为男生开始发疯，男生后来做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行为，就添了一把柴火嘛，就变成了这样嘛。哎呀，心里面真是特别难受。你就想这个情景多难受，一个7岁的姑娘，看着自己的妈妈坐月子，带那么小一妹妹，没人帮手，啥感受？来看看他们自己是怎么选择的，请开门。出来了吗？在吗，女生？男生在吗？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面，大概责任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应该负的。当你面对生活负责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生活没有那么坎坷；当你面对生活不负责任的时候，你会感慨为什么生活对我如此之不公。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他们一家人嘴上说会对我好，可实际根本不是这样。我一直在为我们的将来努力，是他想多了。他现在总是拿结婚当幌子来哄我，可我根本看不到他的付出。我已经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给他最好的生活了，可他还是不知足。有请这对嘉宾，有请。陈先生26岁，来自广东魔术师；江女士28岁，来自辽宁自由职业。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。谈了多久恋爱了？将近2年了。咋认识的呀？就我之前从辽宁嘛去广州旅游，然后他是做魔术表演的，当时我正好在下面看到他在台上演，我觉得哎挺吸引我的，然后呢我就要了联系方式，回去以后呢我们2个也一直就在联系嘛，慢慢也就发展成情侣了。
然后有一天他就问我说，我们一直异地恋也不是办法，就说让我过来，让他能天天看到我，然后说什么我的工作呀、我的生活都不用担心，他能照顾好我，就是都能有保障。然后也说父母好，那我就寻思异地恋确实不太好，然后我就过来了。刚开始还行，后来慢慢的越来越不是那么回事了，爱答不理，不是太想娶我。我肯定是想要娶你的，从一开始跟你谈恋爱到现在到上这个节目，我都是想要娶你的。但是我觉得不激动，不激动。娶你之前啊，你说有一些矛盾要解决了，就好像你跟我妈妈的矛盾。我跟你父母那个是他妈妈本身就有问题，就一开始我来这头之后，我们没有租房子嘛，我就去他家嘛。他父母说，哎呀，孩子把这当成自己家，就是我们把你当成亲生闺女，他要是欺负我，一定为我做主。然后后来有一次我把头发染得特别浅的颜色嘛，哎，他妈看到了。哎呀，你今天怎么头发弄得这么不像正经人呢？他妈就搁那一直在指指点点对我。我妈她的思想，她就是上一个世纪的思想，你不能说要求我们年轻人跟老人家的思想说是一样的。而且我妈后来不是也跟你缓和关系，然后跟你一起过生日吗？她是缓和关系吗？本来2个人想过我生日，他妈带我一个，我们3个一起过，我想跟你说点事儿。然后一起过生日当天，先说我的头发，然后又说我的工作，我那阵是做自媒体嘛。自媒体他妈就说不是正经姑娘做的，不是稳定工作，说什么你要是做这种工作以后没有婆婆会喜欢你，就搁那说。都说了，我妈妈的思想就是老一代的思想，而且说我们作为晚辈就不能体谅像我妈妈。我体谅什么呀？你知道你妈妈还当时跟我保证说什么来这头你也不用干家务，现在跟我说你要把家里收拾了，要一尘不染的，然后他儿子回来的时候要把饭菜全都做好。我说你找的是什么呀？你是在找保姆吧？那你找保姆多好，我找我干什么？你以什么资格住在我的家里啊？他儿子让我住的。这是他儿子的房子吗？我不知道。还是他的房子？我不知道。如果是他的房子的话，他当然有权利不高兴了。那不高兴，因为这个房子是他给他儿子住的，不是给他儿子随便带来什么女人住的。当时他妈妈不是这么说的呀。姑娘，你听我说这话刺耳吗？有一点。我告诉你，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啊。一个未婚的女子突然来了我们家了，我会怎么看这个女人啊？我就告诉你，她妈妈的真实心理就在这儿。有没有轻慢，一定是有轻慢的；有没有轻视，一定是有轻视的。这是你自己找的。那我后来改了，后来我头发就是变成了正常的嘛。但是他妈妈打那之后看我一直就是不顺眼。有一次我跟他吵架，挑刺儿了开始。对，吵架，然后我大半夜嘛，然后我就离家出走了，有点任性可能。然后他也没有来找我，我就问他为什么不来找我，然后他说你这家爱回不回。你每一次吵架都说要离家出走，那怎么办？好，1次这样，2次这样，3次都这样。我有几次啊？我总共就2次，好不好啊？而且你当时怎么承诺我的？你说我不管有什么脾气什么的任性，你都全都能包容。现在怎么2次就受不了了呀？而且他妈妈之后还说什么，要么你就别嫁，然后要么你要想嫁给我这儿，不给彩礼，或者给你一点点同情你、打发你，还说什么房子不可能给你买，生了孩子我们再考虑给不给你办婚礼。我凭啥受这委屈？不是我妈当时她在气头上，我妈她大半夜，然后听到声响，她出来看到自己儿子被打了，是我轻轻怼了你2下，你给我推地下了，谁严重啊？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当时一直怼我，一直怼我，然后我就轻抬了一下手，然后你就倒在地上了。那当时你妈妈问你让咱俩分手，你为啥不说分手啊？就说还要跟我。因为我还是喜欢你，我还是爱你的嘛。别再说妈妈，跟你妈没有1毛钱关系。我是不是可以不给你彩礼？我是不是不可以给你房子？我是不是可以把你轰出家门？对，然后我跟他就搬出去住了。当时跟我道歉，各种道歉，挺诚恳。我想着也是跟他过日子，不是跟父母。我就说那就好好过呗。然后呢，说什么天天给我做饭照顾我，1个礼拜没坚持住，开始对我敷衍了。然后我跟他说话，分享生活什么的，完全不理我，就对着那个手机笑，一天天对我。问他笑什么呢？然后他就不说，就就这么样式的。我是一个魔术师，魔术师每天要去参加不同的活动，就是去别的地方演出，做活动就要有人际关系。你那是什么人际关系？你那人际关系就是跟小姐姐说你今天穿的真性感。不是，我只是正常的聊天，没有任何越界的行为。而且我拿手机在那聊，我跟他说今天的业务就是这个活动定时间，然后业务你非得夸他的身材好吗？怎么的？我身材是不是胖了你就不喜欢了呀？我只是在他朋友圈说了这么一句。我看到的就是你跟小姐姐聊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不是，我这么辛苦赚钱，为什么？都是为了跟你结婚呀！啊，对，为了跟我结婚。你现在是为了跟我结婚，老拿这个当幌子，有意思吗？为了跟我结婚，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跟别的女生聊了吗？因为我现在没有了父母那边的支持，我只能是独立
自己更生。行，你自己省钱，那为什么后面要省到我身上？我自己挣的钱，我自己买个化妆品，我那包装刚到，哎，你怎么又乱花钱呢？你说你的语气跟你妈一模一样。你本来你的工作就不稳定，你还买这一堆，我觉得该省我不稳定，我花的是不是我自己钱？现在你的原则就是让我把我自己挣的钱省下来给你，然后娶我自己娶我自己吗？为什么你的彩礼钱要我自己攒着？啥叫彩礼钱自己攒？他不是彩礼钱凑不够吗？啊，拿我自己钱娶我自己像话吗？你父母见过他吗？没有，就说到这个更来气啊！本来是我跟他父母关系就是调解的有问题，然后我就想着那快2年了，那不得见见我父母吗？然后我就问他要不要见我父母，答应的可好了。我后来问他，哎，我没有时间，我在工作，我在忙，就每次都往后推。我真的没有时间，你想想，从南到北多远，来回3000加3000，6000多公里。咋的？我是北方，你是南方的，我没为了你过来吗？不是，我的本意是说，我有时间，然后我经济条件允许，就是我做好最好的准备去见你的父母。我的事业现在才刚刚好了一点，然后你就这么折腾我，我真的没有那个精力跟财力。你又没有财力，那你前面说的攒钱，你攒到哪去了？不攒我的钱，你就攒不到钱了是吗？不是。我所做的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你啊！又为了跟我结婚，为了跟我结婚，没有时间来看我父母，有时间接别的小姐姐回去。啥意思？接了哪儿的小女生？那天下雨，下挺大的，然后我没有带伞，我打不到车，我就问他来不来接我，他说来，让我等着。我当时脑袋抽风了，我就搁雨里等了他2个小时。他来了以后，我一打开车门，副驾驶坐着一个女的，俩人搁那打打闹闹的。他来一句：“你上后面坐去。”行，我在后面坐着，他也没跟我说话，一直跟他旁边那个女的一直打打闹闹。谁是你女朋友？她只是我的一个客户。那天我跟他刚聊完那个活动，刚定下来，然后你一个电话打过来，然后那个客户他说送一下他，哦，迁就他委屈我。不是，那这个东西你要学会去分辨嘛。然后接你，当时下了磅礴大雨，我又不好说啊，让金主爸爸坐后面，淋着雨坐后面去，我只能说啊，你快点上车坐后排去。你是那个语气吗？你上后面去。啥呀？你在赶狗呢呀？你做没做？做了。那你不就是被当狗赶了吗？有本事不做呀，转身就走啊，对不对？现在怎么样啊，你们俩？我现在跟他说分手，他就也不说是分手，也不说是改变，就感觉他和他父母给我骗过来。现在一个人唱白脸，一个唱红脸，给我搁这那啥框住了。那你们还是在外面租房子住？这个房子是我自己住了，现在。啥意思？因为那个女生的事儿，我们俩吵了一架，她一直不跟我解释，她自己回家去了。因为她的事情，我跟我父母闹得已经不愉快了。然后我这2天这段时间都在我父母那边大多数，因为我想着把我父母那边关系调节好，然后再让我父母接受这个女孩子。哦。你调节好了吗？咱俩的问题都没解决完，你去调解你父母，调解了快2个月了。老人家显然不太愿意再接受这姑娘了吧？你知道我要是你父亲会多痛心吗？就我养了这么大一闺女，不敢动一个手指头，就跑到广东去被，你知道他们会有多难受吗？你今天来干嘛？你还想嫁给他呀？还对这个情感心存幻想吗？当时我追了他们，可能对，这没有什么幻想啊，这个情感关系已经破灭了呀。从男生开始搬走之后，这件事儿就已经结束了呀。那他为啥还跟我说？接着画饼嘛。万一你要是为了爱情，又像你那么什么都不要的奔赴一次的话，他当然也愿意娶了。所以现在你要明确几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这个男生有没有上进心？第二，在跟这个男生近2年的接触过程当中，你觉得这个男生怎么样啊？第三，你觉得假如你们结婚之后又有了孩子，这个男生能承担起很多家庭的重任吗？现在反正是2个人他也养不起。所以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嫁给他呢？恋爱脑了。自己说的恋爱脑。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，看看应该怎么做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对呀，这个男人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，从左到右，真的无法再嫁了。你看，首先他对你不好，其次他妈妈对你有意见，再来他没有能力娶你，第四。
的时候，人家为什么要爱你嘛？所有的谈恋爱的人当中，只有恋爱脑是完全摧毁自己的命运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很简单，你过去20多年里面，你看你在你原来的城市里面，你有同学、有亲戚、有父母，啪谈一个恋爱，这人是谁都不知道，你就奔人家家里面去了，然后前20多年所有给你积累的东西全部不要了，你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，重启你的人生，你有这个能力吗？凭什么？连被人爱的价值都没有，你跟我说谈什么恋爱？先把自己养活了再说，饭都吃不上。还有你啊，撑不起来别瞎撑，你那麦子还在田里呢，我没说你画饼啊，你那麦子还在田里，你就告诉人家我那麦子才种下，你要等吃那饼还得5年10年后，你说清楚了。我刚刚在看着你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哎，我好像这一生换了好多城市，有的时候还会换国家住一住，但是从来不是因为任何一个男人，都是因为工作。哪里有男人值得你投奔过去的？投奔过去了以后，就意味着你在当地要找工作，要结识新的朋友圈，要找到自己新的爱好。然后你想融入到婆婆家，你就得被老人喜欢。老人喜欢什么样的？这又要追求一个叫平滑美学。老人喜欢顺从的，一定不要头上支棱开的，一定不要颜色支棱开的。但是你也不乐意呀。你又不好糊弄，你又不平滑，你说你还想融入人家家里当媳妇儿？你所要的一切跟个性、跟自我有关的东西，爱情给不了，只有自己才能成就得了。如果你只要爱情的话，那你就乖乖的把你身上的棱角全修剪掉。要过怎样的日子，自己选。有一个男生是绝对不能谈恋爱的，就是长在妈妈的羽翼下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他没有能力，没有一个真的有想法、能够愿意努力和付出的男生，愿意大学毕业以后还住回家里，宁可多花点钱租房子，他都不愿意在别人的羽翼下继续成长。这就是一个标准。接下来的60秒，希望你们说点真心话，特别是男生。女生啊，是到离开的时候了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江江，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有话吗？没什么说了，就不说了。哎，我好奇的问一句啊，就是一个魔术师在台上表演的时候，能够在一群观众里面看到谁的眼睛里是有光的，这事儿是怎么做到的？你相信就会有光。哦，相信就会有光，听懂了，谢谢啊。来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。本节目由葵花药业独家冠名播出，修护胃黏膜认准葵花胃康灵。再次感谢葵花药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也要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。